13号午夜刚过，美军无人机午夜侦察南海，什么目的？与此前中方警告蓬佩奥访台事件又有什么关系？或许我军应该有所准备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消息显示，13号午夜刚过，美国海军一架 MQ-4C 无人机闯入南海活动，直到早上8点才离开。此次 MQ-4C 无人机是从2020年12月开始，在东海及南海的活动次数大幅度增加的。距离该无人机上一次闯入南海仅隔4天。按照南海战略态势感官官方的话来说，2021年无人机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华抵近侦察的一支新锐力量。据悉 MQ-4C 无人机是 RQ-4 无人机的基础之上，专门为美国海军研发的长航时高空无人机，可在18000米的高度持续飞行24个小时，能够用来收集情报、进行侦察和监视等。由于搭载了 AN3 雷达，哪怕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，也都能识别侦察目标。有专家表示 ，MQ-4C 无人机将成为美国海军海上巡逻以及侦察部队的核心组成。在得知美军无人机再次闯入南部海域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或许是打下来，但其实无论是有人侦察机还是此次无人侦察机，都是在以疯狂试探我国底线的方式打擦边球。如果我国真的此次对美军无人机开火了，那或许才是正中美国的下怀。回顾近期有关美国的事件，距离最近的就是前2日美方亲自辟谣蓬佩奥即将在离任前访台一事了。在此之前，蓬佩奥曾对外宣布将会派出高官访台，随后遭到中方严厉的警告。这一次，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几乎都能够看得出来，此次我方的警告与之前都有不同。针对蓬佩奥计划访台的这一丧心病狂之举，环球时报援引中方的话表示，倘若蓬佩奥刚在离任前访台，中方的反应将是排山倒海式的，到时中方战机会在第一时间飞到台海上空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宣布对台海的主权。或许真的是因为这番警告成功镇住了美方，以至于该国在随后紧急对访台一说辟谣澄清。顺着这个角度来看，中方前几日的警告则是关键。美方或许认为，中方在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后，美军无人机紧接着闯入南海，必定会引起中方的不满，对美军无人机出手。这样一来，美方就有理由挑起与我国之间的冲突，以挽回在国内不利的局面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，美方在被中方的警告威吓到后，深知无法在台海方面搞事情，便再次把主意打到了南部海域上来。如果能够通过此举促使我国动手的话，特朗普也算是在另一方面成功展开了所谓离任前的最后的疯狂。当然，这也都只是猜测。不管美军这次闯入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军都必须有所准备，防止一切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。美军派出无人机闯入南海，中方似乎并不在意美军的挑衅，为什么？看似被动，或许正是争取主动的有利时机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前几日，特朗普支持者们擅闯国会大厦，导致华盛顿陷入一片混乱。当地警方与所谓的支持者们扭打在一起，造成不少人员伤亡。数千名美国大兵也在近日聚集在华盛顿，展开轮班执行任务，防止1月20号拜登就职当天发生什么不可预的事件。与此同时，特朗普还企图在军事方面上演最后的疯狂。去年12月份，美国刚刚宣布批准向台海提供武器装备，现在又于1月6号与台海通过视频的形式进行所谓的政治军事对话。除此之外，蓬佩奥还对外宣布将会在离任前派出官员对台进行访问。虽说在随后被我国的严厉警告所震慑住了，但从这也能看得出来，特朗普可能会在执政的最后几天有进一步的疯狂动作。
值得一提，就在美方亲自辟谣蓬佩奥没有计划在离任前访问台海后不久，美军 MQ-4C 无人机于13号再度闯入南海。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美军此次派出无人机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清楚的是，特朗普现迫切地希望挑起军事冲突，来挽回对自己不利的局面。毕竟就现在美国国内的局势来看，支持者们很难做出什么大的动静来。如此想来，此次美军无人机很可能就是特朗普对华上演最后的疯狂。可奇怪的是，美军这次派出的无人机在南海上空飞行，中方却极其反常，似乎并不在意美军的挑衅。对此，分析认为，局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。表面上，美国正在对中方采取非常疯狂的霸凌手段，中方看似被动，但实际上，有时候看似被动的局面，或许正是争取主动的有利时机。这次美军派出无人机在南海上空活动，中方完全有权利将其击落。采取军事行动既合理又合法。再比如，该国如果真的宣布支持台海，允许其加入联合国，中方就可以派出军机飞越台海上空，哪怕是在台海附近展开实弹化演习都可以。因此，特朗普上演对华最后疯狂，很可能是中国最佳反击时机。一方面，美国国内正处于暴乱之中，不管是特朗普还是蓬佩奥都没有多余的精力对抗我国。另一方面，国际社会对特朗普的信任以及支持都大幅度下降，国内已经不会再出现一呼百应的现象。况且我国军队早已经全面展开训练，战备装备都非常好，这个时候对我国来说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。以被动变主动，在危机中创造契机，难道不是发扬我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好机会吗？特朗普以为能将我国逼进自己设计的陷阱中，却没想到我国抢抓机遇，乘势而上，给了其一个重击。歼20首飞10周年之际，印度人跑来质疑，为什么自信地认为阵风可轻易秒杀歼20？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歼20作为我国目前最新一代战斗机，具备高隐身性、高态势感知以及高机动性等能力，担负我军未来对空对海的主权维护任务。2021年1月11号是歼20首飞10周年。这10年来，该战机不仅完成了试飞测试，换装了涡扇10发动机，还在2017年正式服役。当前世界上拥有且服役的第5代战斗机，包括歼20在内的，还有 F-22、F-35、苏57。但歼20的性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。不过，印度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。近日有传言说，印度一防务专家在接受相关采访时声称，目前的歼20并不具备战斗力。相比之下，阵风战斗机反而是一款久经沙场的战斗机。针对这一说法，实际上我国歼20不是第一次降低身份与阵风相比较。早在前几个月，阵风战机刚被交付印度时，就出现过阵风秒杀歼20这样的话题，如今再次被提出来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印度人这次给出的理由是歼20首飞到现在一弹都未发过。印度这位专家认为，歼20至今都没有展示过发射导弹的镜头，反观另外几款第5代战斗机都展示过发射导弹的视频。以此来判断歼20不一定具备作战能力，未免太过于武断。歼20采用了侧弹舱设计，格斗弹可以伸出舱外后关闭舱门发射，从而取消了侧弹舱的排焰装置。一旦未发，不代表没有战斗力。况且，是否对外公布发射导弹的镜头，向来都是取决于我国想不想。印度想钻这个空子，怕是白费心思。抛开上述不说，一个4代机又如何能跟5代机相比较？一场空战开始的时候，倘若双方都派出战斗机对抗，
隐身能力强的战机自然就占据优势。这就相当于人家隐身了，你看不见别人，但别人能看得见你。以歼20的隐身能力来看，整架飞机的反射雷达面积也就 0.01 平方米，差不多一个巴掌大。阵风战机想要发现歼20非常困难。再比如说，在一场市区内的空中格斗中，像阵风这类级别的战斗机1秒航向变化在30至40度，而歼20这类级别的战斗机1秒航向变化达到60至70度。仅从这2点就可以看出，阵风能秒杀歼20完全是个笑话，就更不用说超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超音速巡航能力了。印度人吹嘘阵风秒杀歼20完全没有任何意义，要知道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值得一提，此前外界曾拿阵风与歼16比较过，结果阵风败下阵，现在又拿歼20做比较，连歼16都超不过，怎么可能超得过歼20？这个现实印度不可能不知道，唯一的解释估计是印度想蹭一波歼20首飞10周年的热度。毕竟边境对峙仍在继续，印度到现在都处于下风，不刷点存在感，怎么向国内的印度人交代？